好，我们今天来简单看一个法国存档，目前时间是1940年的3月份，德军已经开到巴黎面前了，感觉这个存档有点棘手啊。看一眼描述，40年的红线法国打的加武德国，和德国开战后前几个月一直绿的，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变红了，被德军一直平推。巴黎也沦陷了，怎么救也打不回来。前期一直造的战歼七坦克虽然很多，但还是打不过，很怪。这个存档本来我是准备留着发充电视频的，但是感觉什么视频都发充电不太好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期就简单收个硬币吧。他玩到现在还开的广泛征兵，那我们也就广泛征币一下好了。算了一下硬币，好像我现在粉丝太多了，广泛也不太好啊，那就大家收8000个硬币吧。如果这期视频超过8000硬币，那我下一期就存档就不放充电视频了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家法国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啊。首先他说他做的都是战歼机坦克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坦克的设计啊。9块9一辆的拖拉机，软攻43，带了一个中型榴弹炮，2个重机枪，这个属性还可以啊，按道理打这个德军应该没什么难度。再来看一下它的编制，这个步坦师编制也很标准啊，12步6坦，400软攻，400防御，258的突破。理论上来说啊，这个编制打德国应该也是能随便打的。但是他这次打的是这个满加强的德国，满加强德国它的 AI 策略会调整，并且 AI 的进攻欲望会很高。最近一段时间蠢驴一直在偷偷的加强 AI 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想用这种比较破烂的乞丐编制打赢德军还是很难的。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前线的红气泡就能看出来，我们这个编制是被对面随意穿的。现在德军的步兵师都是10穿甲深度，然后德军的轻坦师有16的装甲厚度，反而我们被德军给精钝了。在被精钝的情况下，想要防守住就很困难了，因为这个精钝让我们只能对它造成 65% 的伤害，也就是我们打它这个轻坦师它不掉血啊，它就可以一直进攻我们，磨我们的组织度。而我们这个法国呢，前期没有经验值，也点不了学说，约等于是在裸奔啊。就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这个乞丐编制组织度只有36，挂满了5个支援连，组织度也不够用了。想要蹲住德军还是很困难的，而且即使我们有这个防空炮支援连，德军它也是有这个飞机支援的。它在这片空域啊，平均任务效率 73%， 投入了1200架田地，然后对地伤害达到了惊人的 22.5%， 我们这个部队直接就被舔爆了。综合一下，我们这个乞丐步坦师在德军的强大压力之前真的是不堪一击啊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其他数据，比如现在德军的作战计划加成，它的作战计划加成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30% 了，主要也是就我们一家打德国，他这个注意力太集中了。如果打的是正常难度的德军，或许我们不会被他磨组织度给磨掉，因为他的进攻没那么激烈，他会在进攻一段时间之后陷入缺补给的状态。但现在打的是满加强，德军会一直进攻，无视这个补给消耗，这样我们想要利用这么低组织度的部队顶住还是很困难的。正常来说，红线法国也不会这么弱。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位玩家的运营情况吧。首先是他的后勤，枪明显是多了，然后坦克还造了不少，还剩下开局的一些轻坦没有用，其实这些轻坦是可以直接卖掉的。然后是科技方面，科技在点这个40年的中坦，火炮是一点都没有升级，步枪的话升级了，然后工业点的还挺快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点这个电子工程啊，这个加科研速度也是很重要的，不然你后面研究科技都会比别人慢很多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国策，国策其实点到这个革命热情就可以了，我们只需要革命热情送的这个 10% 攻击和 25% 的核心防御，这个点完我们想防守还是很轻松的。下面这些都没啥用了，都是搞笑的国策。比较可惜的是左边的国策是一点都没点啊，不仅科研槽没开，陆军线也没走多少。
正常情况我们还是走左边好一点点，右边国策还是太偏后期了，可能会顶不住德国的一波冲击。以前觉得法国国策还是挺强的，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弱啊。好，问题找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怎么救吧。首先我们还有128点陆军经验没花，点学说的话肯定是有点浪费了，我们优先改一下我们的部队啊，我们这个部队组织度太少了，这种情况下顶不住太久，所以最好还是再加点步兵进来，把我们组织度稍微垫高一点，垫到40左右。然后维修连前期没用啊，可以先撤掉，给我们省一些装备，或者说可以先改成这个骑兵侦察分队，给我们稍微加一点点防御力。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动，应该能让我们的主力师稍微多扛个几秒。然后后勤方面，把我们最强的专注后勤先点上，这样的话前线至少不会缺补给。之后就是把我们这些画的线啊全部取消掉，不然部队会一直乱跑。马奇诺的话，每格放一个6步田线即可，反正德军是不会进攻的，其他部队能调出来的全部拉到正面战场来。意大利方向我们是托管的，这边就不管他了，随便给他安排一个元帅，撑住就行了。这边为了防止部队乱跑，依然是画一个假线，然后正面也是全部画上假线。经常拯救法国的玩家应该知道，法国北部除了阿登森林这一条线啊比较好防守，后面几乎都是无险可守，所以我们前线基本上可以战略放弃了。巴黎并不是很重要，这局我们玩的是红线，所以不用担心丢了巴黎直接投降，我们完全可以退守啊，退到我们法国的大河防线。这边依然是构筑我们经典的卢瓦尔河防线，所有部队准备撤退。这边还有16个田线师，目前我们装备有很多，但是来不及造新的部队，那我们直接改编制吧。这个田线师先给他复制一个出来，改一个我们临时的防守部队，直接给他转编制，然后我们再改。具体怎么改，根据我们剩余的装备来算啊。我们还剩一些火炮没有用，那就拉上一个炮兵，然后再加一点步兵，还多了一些中坦，那再加一个中坦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部队稍微有那么一点防守能力，先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拉一些田线出来，毕竟还有很多枪没有用。12个师拉一波，这些部队先到卢瓦尔河后面站好啊，先把坑位站好，把这个坑挖起来，然后前线的部队准备撤退。国策的话就不用再点了，我们现在很缺这个政治点啊。我看了一下，他还在开自贸加部分动员，这种情况我们资源不太够用啊，花了很多工厂去买资源了。最好的情况还是待会儿先开成这个有限出口加上总动员，这样的话或许能打一点。看一下法国的资源具体在什么位置，还好基本上都在南方。那我们接下来防守的话还是有一点底气的，想要挡住德国人轻坦一波，我们光用这个拖拉机肯定是打不动的，所以还是得赶紧造这个穿坦克的炮啊。由于它这个科技非常的落后，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它不研究火炮啊。虽然法国开局有这个中型榴弹炮，但也不用一点都不研究吧，这个属性还是要拉的。如果你现在有2级防空的话，我都可以考虑直接造2级防空了，可惜什么都没有啊。那我们就不自己研究了，我们找个人要去吧。现在先想办法和苏联结个盟啊，先签个条约，看看能不能加他阵营，把我们阵营直接解散了吧。这个巴黎协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毕竟巴黎都要掉了。先简单微操一下，给我们主力撤退拖点时间。首先元帅来一个不屈的防守者，戴高乐来一个装甲作战专家，然后开始慢慢撤退。先所有部队停止行动，然后梅斯的装甲师先出来，这边马奇诺没必要防守的，可以让给对面。我们主要守正面，这边且战且退吧，主要先退北边的，北边这边赶紧跑，不跑跑不掉了。一个一个跑，不要一起跑，一起跑容易被逮。然后这支新编的部队先把线填上，留一支在原地拖一下时间。这边船虽然没有用啊，但是可以
搞一点舰炮杀伤，把所有船拉到这边开炮。加来这边部队可以撤了，一起跑路。苏联接受了我们的互不侵犯请求，现在可以要求加入阵营了，直接加阵营，然后拉苏联给我们拖时间。虽然苏联没有满加强，但是还是要拉的，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主力。苏联活不活和我们没关系了。这局想要赢德国，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！就算给这个苏联拖到41年以后进战，它也作用不大。和苏联结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可以找他要这个反坦克炮的生产许可，毕竟我们自己研究的话太慢了，先给他要过来。正面我们还能拖，毕竟现在拉苏联进战了，德国肯定是要重新划线，他现在有点懵。这边英国还想拉我们进阵营，肯定是不进的，我们进了必要被英国踢。好，苏联主动撕毁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，来帮我们了。赶紧把部队往森林里面拉呀！森林里面还是能多守一会儿的。地荣这个地方是一个补给站，但是它是平原，我们还是守不住，所以不多考虑。如果是正常难度德国，我们这时候是可以反冲锋的，但是满加强的还是不太能冲得动啊。尽量减小损失，慢慢往后撤啊，不然会形成溃退。一定要慢慢的撤。这边送的炮接收一下，送的都是高射炮，我们这个防空炮还是有点缺的呀。哎，这苏联没有同意我的要求吗？请求生产许可呢？好，同意了。同意之后，我们所有的工厂来生产苏联的反坦克炮啊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反坦克炮拉满。中坦的话倒不重要了，中坦少造一点吧。枪一支都不需要造了，其他东西都满的，不需要。先来20个厂的反坦，然后多的资源可以退回来，油也不需要买了。现在坦克基本上挂机了，不需要买油了。钢厂呢，钢退回来，然后别找这家买，直接找美国买吧。这边北边忘了炸铁路了，这边炸不了了，不过无所谓，可以炸这边的铁路炸一下。撤退，撤退，撤退。这边有一条河，我们可以先守一会儿。巴黎的话，战略性放弃啊，慢慢移动过去，不要坐火车过去，战略部署不太好。这边马奇诺防线部队先出来，不然待会儿全被围在里面。国策先不点，存点政治点。慢慢诱敌深入，我们最终退到里昂这边就可以了。新编的部队先去挖坑，把坑位占住。间谍的话，目前也用不上啊，它覆盖不到这么远。南面意大利倒是很老实，不用管它。差不多部队都调出来了，贝桑松留2个师。地荣好像能守住啊，德军调兵了，德军前线没那么多兵了，我们可以多撑一会儿。巴黎还是陷落了，这个正面无险可守，顶不住的，直接往后撤。
没想到这边主力师还是被带溃了，这就很难办了，让德军过河了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能抢回来的，得给这边多增加点部队啊。这边调2个师过来，打到这边感觉苏联没怎么出力啊，苏联的部队去哪儿了？怎么前线这么少？每个就放1-2个师是吧？德军也就放1-2个师，搁这打假赛呢。虽然看到苏联划线了，但是他部队一直没过来啊，不知道到哪儿了。把我们海外的舰队先全部拉回来吧。好不容易把这块地夺回来了，敌军要吃跨河惩罚了，这边赶紧升级一下我们部队啊！目前库存里面已经有200门反坦克炮了，把我们的骑兵侦察分队给它换成反坦克炮支援连。挂上这个的话，我们穿甲深度应该是能穿得动了。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被德军的轻坦给惊顿了。先背水一战防守一会儿，实在不行往后撤吧。河对岸的部队应该也都把坑挖好了。这边南特有舰炮守着，应该能多拖一会儿。他甚至还没过河就已经打不过我了，直接打河对岸了嘛？那就派点部队过来防守一下。撤了，撤了。这边苏军的部队到了，不过只到了1支。不过我们也算是成功的在苏军赶来之前把战线给稳住了。只要一直守这个卢瓦尔河的话，敌军还是很难进攻的。不过我现在这个首都怎么给我飞梅斯去了？这个就有点逆天了。首都飞走的话，我们就生产不了部队了。我们现在部队可能没地方放了。但是我们自己的部队还是可以强化的，目前手上部队也足够，然后资源什么不受影响，那还是能玩。毕竟我们的补给首都不在梅斯啊，他这边肯定是没有补给首都的啊，还真在这边啊。那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把这边炸掉。不过我们现在补给也是有保障的，所以南部战线的部队不用担心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蹲坑了，因为这个德军是满加强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蹲坑的话，还是很容易把它黄条蹲完的。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德军先死还是苏联先死了。德军并没有派大量的部队在苏联战线，苏联应该是能拖到41、42年左右吧。目前连卡尔巴阡这边都没丢呢，还是能拖很久的。由于我们这期视频篇幅有限啊，我们就先守到这儿了。如果后续想看我打完的人比较多，我们可以做一期充电视频。毕竟这个普通视频我不接广告的话，是基本上没什么收益的。